大家好，我是盼盼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日常中文频道。今天我本来想聊一件喜事，结果这件喜事差一点就变成了分手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陆。你这个开场听起来有点吓人，是不是又有人在结婚前因为钱的问题吵起来了？对，而且就是因为彩礼，女生家里说至少要28.8万，男生家里最多只能拿15万，两边一见面，气氛马上就冷了。28.8万和15万差的确实不少。最麻烦的是，双方可能都觉得自己不是在要钱，而是在守住面子和诚意。没错，女生觉得结婚不是一句我爱你就结束了，她以后可能要生孩子，也可能要离开熟悉的城市，所以需要一点保障。男生却觉得房子首付、装修、婚礼、车子已经花了很多，再加一笔很高的彩礼，家里真的承受不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慢慢聊一聊，天价彩礼到底是在表达诚意，还是已经变成了一场让两家人都很累的比赛？这个话题很容易让人站队，但我们不想简单的说谁对谁错，我们更想看清楚大家真正担心的到底是什么。陆哥，我们先把彩礼说清楚吧。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，它原来是一种婚嫁礼仪，不一定等于买卖。对，简单说，彩礼就是男方在结婚前给女方或女方家庭的一笔钱或礼物，用来表示重视，也表示愿意承担责任。有的地方女方家里还会准备嫁妆，再把一部分钱带回小家庭。这样看，它更像两个家庭一起帮助年轻人开始新生活。可是问题在于，现在有些地方只强调男方必须给多少，却不说这笔钱最后怎么用，也不管男方家庭能不能承担。所以我不认同一听到彩礼就说卖女儿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太伤人了，也忽略了很多女性对婚姻风险的真实担心。我也不赞成把所有收彩礼的家庭都说成卖女儿。不过，如果金额高到必须借钱，甚至结婚后还要夫妻一起还债，那就值得怀疑了。也就是说，彩礼本身不一定有问题，真正的问题可能是金额、用途、沟通方式，还有双方有没有尊重。对，一个传统习惯如果失去了合理的边界，就可能从表达心意变成证明实力，最后让婚姻还没开始就先背上压力。我先说说为什么有些女生很在意彩礼。很多人不是想靠结婚赚钱，而是希望男方家庭用一个看得见的方式表示重视。因为口头承诺很容易说，但拿出一部分真实资源，会让人觉得这份承诺更具体，是吗？对，特别是在一些传统家庭里，父母会觉得女儿要进入一个新的家庭，如果对方什么都不准备，就好像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。我能理解这种心理。婚姻不是普通约会，它会改变住在哪里，怎么照顾父母，以后由谁承担更多家务。而且很多女生小时候就听长辈说，彩礼太低会被婆家看轻。虽然这种想法不一定对，但它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的安全感。这也说明，彩礼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钱，它还带着家庭文化和社会评价，所以很难只用一个数字来判断。我有个朋友就说，他不需要很高的金额，但希望男方家主动提出来。他在意的不是钱多，而是对方有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主动和被要求感受确实不同，前者像礼貌和诚意，后者如果语气很强，就容易变成条件交换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生育。女性怀孕、生孩子、恢复身体都可能影响工作和收入，这不是一句大家都辛苦就能带过的。这个风险确实主要由女性承担，就算丈夫很负责，身体上的变化和职业中断也很难完全由另一方代替。所以有些女生把彩礼看成一种风险保障，她们不是说生孩子可以用钱买，而是希望未来发生变化时，自己不是一点保障都没有。不过我也想问，如果彩礼直接给了女方父母，最后没有进入小家庭，那它还能算对女性本人的保障吗？这个问题很关键。我觉得如果说是给女生的保障，就应该清楚这笔钱由谁保管，用在什么地方，而不是只说一个漂亮理由。比如可以放在女生自己的账户里，
或者用于双方都同意的住房、育儿、学习和紧急备用金。对，这样就比你必须给我家这么多，不然不结更体面，也更符合保障的本意。所以，真正有意义的保障，不只是结婚前收到一笔钱，还包括婚后的财产安排、工作支持、家务分工和生育选择。那我也说说男方常见的压力。现在很多城市结婚，大家默认先有房，最好还有车，再办婚礼，最后再加彩礼。这些项目放在一起确实很重，尤其房子首付可能已经需要父母拿出多年积蓄。网上常说掏空6个钱包，就是男生女生加上双方父母，一共6个人的钱包都拿出来，才勉强完成一场婚礼。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夸张，但现实里真的有。年轻人刚工作几年，自己没有多少存款，很多费用最后还是父母承担。有些男方父母为了彩礼去借钱，表面上婚礼办得很漂亮，结婚以后却要每个月还债。夫妻刚开始生活就一直为钱紧张，而且如果女生也不知道这些钱是借来的，她可能还以为男方家庭很轻松，结婚后才发现真实情况，信任也会受影响。所以我反对的不是合理彩礼，而是明明家庭条件一般，却为了不丢面子，硬撑一个很高的数字。我同意，诚意不应该用让父母负债来证明，那不是爱得深，而是大家都不敢先说实话。还有一种情况让我很不舒服，就是大家开始说，我们这里行情就是20万，别人家都有，你家不能少。对，一旦用了行情这个词，人就很容易被当成商品比较，不是看2个人的生活计划，而是看谁家给的更多。有的父母其实不缺这笔钱，但担心邻居说女儿嫁得便宜，所以一定要一个好听的数字。男方家也可能为了面子借钱把数字做高，最后2边都不是为了孩子幸福，而是在完成一场给别人看的表演。最可怕的是，金额还会越比越高。去年16万，今年别人给了18万，下一家就觉得不能低于20万。这就是礼俗异化，原本是表达祝福的习惯，慢慢变成了公开比较经济能力的工具。但我也想提醒，不能因为有攀比就要求女生完全不要彩礼，这样又把所有压力推回女生一边。没错，更合理的做法不是一刀切，而是把数字和家庭情况、用途双方投入一起讨论。我身边有一对情侣谈了5年，本来已经订好酒店，结果婚礼前1个月，女方家突然说要再加10万元。临时加价最伤人，因为前面的计划都是按原来的金额做的。男方当时是什么反应？男生觉得自己被骗了，直接说拿不出来。女生夹在中间，一边觉得父母是为她好，又一边不想失去这段感情。他有没有问父母为什么必须加这10万？父母说亲戚家的女儿刚收到更高彩礼，他们家不能没面子。其实女生自己并不想加，但她一直不敢明确反对。那问题已经不只是钱了，而是2个人能不能在重要时刻一起面对家庭压力。后来男生取消婚礼，女生也没有再联系他。他过了很久才说，自己最后悔的是当时没有清楚表达自己的立场。这个故事很遗憾，5年的感情不一定输给了10万元，可能是输给了临时变化、沉默和不敢承担决定。如果只看结果，很多人会骂女方家贪心，但我觉得男方也应该更早了解对方父母在婚礼上到底有什么期待。对，谈恋爱5年都不聊这些，等到酒店订好才谈，风险真的太大。很多人怕谈钱伤感情，最后反而被钱伤得更深。而女生在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，成年以后，她可以尊重父母，但不能把所有决定都交给父母。我同意，她如果想和男生组成家庭，就需要说清楚哪些是父母意见，哪些是自己的底线。男生这边也不能只说我没钱，你们爱结不结。如果他愿意继续，可以提出替代方案，比如减少婚礼费用，或者分阶段准备。是啊，重要的是让对方看到你不是逃避，而是在认真解决问题。所以，面对彩礼争议，最怕的不是数字不同，
而是双方都把数字当成态度，谁也不愿意解释背后的原因。一旦变成你不给就是不爱我和你要钱就是卖女儿，讨论基本就结束了，只剩下互相伤害。我也认识一对夫妻，他们的彩礼也不低，大概20万元，但最后结果和刚才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是双方一开始就谈得比较清楚吗？对，女方父母先说明这笔钱不会留下，会加上嫁妆一起给小两口，作为买房、装修和紧急备用金。那男方家听到以后，心理压力应该小很多，因为钱不是被拿走，而是进入了新家庭。没错，而且男方也把自己的存款、父母能支持多少，还有没有贷款都说得很清楚。这种透明很重要，虽然数字还是大，但至少大家知道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不会互相猜。他们后来没有办很大的婚礼，把省下来的钱放进共同账户，两边父母也都觉得比较放心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同样是20万元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。关键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它有没有服务于两个人的生活。我发现很多争吵其实来自信息不透明，女方不知道男方家已经花了多少，男方也不知道彩礼最后会怎么处理。对，大家只看到对方提出的要求，却看不到对方的成本，所以很容易觉得自己吃亏。如果能把房子、装修、婚礼、彩礼、嫁妆、债务都放在一张表里谈，可能会冷静很多。听起来不浪漫，但婚姻本来就需要现实安排，把账算清楚，不等于感情不好，反而能减少以后埋怨。而且每一笔钱最好有名字，比如这10万是女生个人保障，那5万是婚后共同基金，另外一部分是给父母的礼金。说清楚以后，双方才能判断自己是否接受。最不健康的是故意说得很模糊，结婚后再改变用途。我觉得真正的诚意包括诚实，你可以钱不多，但不能隐藏债务；你可以需要保障，但不能用亲情逼对方承担。这句话很好，诚意不是谁付的更多，而是谁更愿意把真实情况放到桌面上。那我们回到一个核心问题，诚意一定要用高彩礼证明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我也觉得不一定，但完全没有任何行动，只说以后我会对你好，女生很难放心。所以可以把诚意拆开看，比如愿不愿意公开财务，共同存钱，照顾双方父母，承担家务，支持对方工作。还有房子的名字怎么写，婚后收入怎么安排，如果有孩子，谁请假，谁承担更多照顾，这些都比婚礼当天说的好听更重要。对，有些人彩礼给得很高，婚后却把家务和育儿全丢给妻子，那高彩礼也不能自动证明他负责任。反过来，有些男生钱不多，但愿意把自己的计划说清楚，也愿意在实际生活里承担，我会觉得这种诚意更长久。所以高金额可以是一种表达，但不能成为唯一标准。而且标准最好由2个人一起定，不是由亲戚、邻居或者网络上的陌生人来决定。如果女生确实需要物质保障，有没有比直接提高彩礼更体面的方式？可以有很多方式，比如设立婚后共同基金，双方按收入比例存钱，也可以给女生保留一笔个人紧急基金。按收入比例比固定一半更公平，因为2个人收入可能差很多，不能只看表面数字。还可以把生育期间的收入损失提前算进去，比如女生休息1年，家庭怎么承担生活费，男方要做哪些具体支持。必要时也可以把重要安排写成协议。有人觉得谈协议不浪漫，但我觉得清楚比猜测更让人安心。协议不是为了防着对方，而是把容易忘记或误解的事情写清楚。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能帮助双方认真思考。另外，彩礼也可以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表达礼仪，一部分直接进入小家庭，用途公开。这样既尊重传统，也减少一方觉得被掏空，另一方觉得没有保障的冲突。我觉得谈彩礼时，很多关系不是被数字毁掉的，而是被说话方式毁掉的。比如
别人都有，你家为什么没有？这句话会让对方马上觉得自己被比较。还有，不给就是不爱我，这等于把复杂问题变成一道只有一个答案的考试。男方常说的你们家是不是卖女儿也非常伤人，就算你不同意金额，也不应该攻击对方家庭。更好的说法可以是，这个金额超过了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想知道你们最担心的是什么。女方也可以说，我不是只在意数字，我需要的是婚后的安全感，我们一起看看有哪些方式能做到。当你先说自己的担心，而不是先给对方下结论，对话就比较容易继续。对，谈钱的时候，语气越像合作，越有机会找到方案；语气越像审判，越容易把人推远。如果真的准备结婚，我建议至少提前半年谈清楚几个问题，不要等到婚礼前。第一个当然是双方能拿出多少钱，而且要说清楚哪些是存款，哪些可能需要借。第二个是彩礼和嫁妆最后归谁，怎么用，是给父母、给个人，还是进入共同生活？第三个是房子、装修和婚礼预算。很多家庭只盯着彩礼，却忘了其他费用加起来可能更高。第四个是婚后工作和城市选择，谁换工作，谁搬家，这些决定也有真实成本。第五个是生育和育儿，要不要孩子，什么时候要，谁照顾，双方父母能不能帮忙，都应该早一点聊。最后还要谈边界，父母可以给建议，但最终决定是不是由准备结婚的两个人做。这些问题可能不轻松，可是越早聊，越能看出你们是不是适合一起面对现实。说到这里，我还是保留一个观点，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，完全取消彩礼未必真的对女性更公平。我理解，因为很多家庭分工还没有完全平等，如果只取消彩礼，却不改变育儿和家务责任，女性可能只是少了一层保障。对，所以我不支持简单喊彩礼都该消失，我更希望它变得合理、透明，而且真正对新家庭有帮助。我的保留意见是，只要彩礼继续被当成必须完成的社会任务，就很容易再次出现攀比和压力。那你更希望它慢慢变成可选择的礼仪，而不是统一标准？是的，可以有也可以没有，可以多也可以少，重点是双方同意，而且不伤害基本生活。我能接受这个方向，但我还是会观察对方是不是借彩礼反对来逃避所有责任。这很合理。同样，男方也需要观察对方是不是借传统来回避对金额和用途的解释。所以天价彩礼是不是卖女儿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太简单了，他把所有情况都放进了一个很重的标签里。对，有的家庭确实在攀比，甚至把婚姻当成交换，但也有很多女生只是想要被重视和被保障。判断一笔彩礼是否合理，可以看3个方面：是否超过真实能力，是否说明用途，是否由双方自由统一。我还想加一个，他有没有让任何一方失去尊严，比如逼父母借债，或者公开羞辱女生的家庭都不应该。如果一笔钱让2个人更安心、更清楚地开始生活，它可能有积极意义。如果他让2家人互相证明、互相控制，甚至让年轻人背上多年债务，那就已经偏离婚姻的目的。婚姻不是一场谁赢谁输的谈判，而是2个人决定怎么一起承担未来。所以，与其在评论区只喊支持男方或支持女方，不如问问自己，我真正需要的保障和诚意具体是什么？今天我们从女生的安全感、生育风险聊到男方家庭的经济压力，也看了2种完全不同的真实结果。我们最后的共识是，彩礼不能只看数字，要看家庭能力、钱的用途、双方是否自愿，还有婚后的责任怎么承担。我仍然觉得，合理的彩礼可以表达重视，也可以提供保障，但它不应该靠攀比和临时加价来完成。我也认为，反对天价彩礼不等于逃避责任，真正的责任要放在长期的生活、家务、育儿和财务透明里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你觉得彩礼应该保留、降低，还是换成其他保障方式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。
希望大家可以讨论的热烈一点，但也记得尊重不同经历，别急着给别人贴标签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慢慢聊现实话题的中文播客，别忘了点赞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聊天的完整脚本我们也放在置顶评论里了，想复习表达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谢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